就是中共是這樣的，它破壞了所有原有的各种商業、市场、文化交流等等的規则。比如在商業活动里面，中共会用极低的價格或条件入侵其他国家的商業或資源體系，然後擊垮當地對應的商業或資源系統，或者形成自身的垄斷，或者掌控这个行业或產業的話語權，最終把商業活動變成政治工具，達到自己政治目的。就這種行為，中共經常，特別是在傻逼習近平上台以後，就成了最常用的一種國際上耍流氓的手段。包括開篇的時候，剛才跟大家講的，為什麼把大量的特務都辦了香港人身份，對吧？貌似符合香港法律，這他媽的中共控制的嗎？因為香港的護照在全世界免簽國家多呀，展現的還是香港人的身份呢。一樣，跟上面那思維一脈相承，就是幹某件事的目的不是幹這個事，做護照的目的不是，都是為了耍流氓。最近幾年，中共原本是希望光伏電動新能源汽車呀等等，無人機等等，就這些玩意兒通過這些東西對全世界實施上面講的類似的這種政治入侵的。所以大家看到很怪異的場景，比如說很多產業，現在很多的產業在中國國內嚴重的產能過剩，全產業都在虧損，不是企業虧損，是全產業的虧損但正常情況下呢，這時候一定是收縮產能，減少供給，減速發展。我們看到的不一樣，比如電動新能源汽車，中共仍舊給予這些虧損企業大量的投資、優惠政策等等灰色的補貼，引導這些產業更低的價格生產產品。你看現在賣的車的價格，電動新能源汽車，然後瘋狂向海外出口，試圖以極低的商品價格和相對比較高的服務擊潰這些國家的類似的電動新能源汽車中國的，然後形成壟斷或掌控話語權。最終這麼做的目的很簡單，還是為了讓電動新能源汽車成為中共在當地的政治工具。所以大家為什麼看得很奇怪呀？就這個產業這麼虧損，今年前半年同比環比都在不斷下降，應該極大的減少產能、縮短產能的時候，中共還在擴大產能，向海外輸出，瘋狂向海外輸出的電動新能源汽車賣不掉。有人說對，為什麼？因為國外公開的汽車銷售的零售數據，你看不到中國有多少汽車，但是我們看到的賣給出口的統計數據超級多比亞迪幾十萬上百萬，超級多出口，可是沒賣。你為什麼沒賣呢？因為不重要，這些車就不是用來正常銷售的中共早給補貼了，這些車在當地也會變成價格極低的零公里二手車，就是為了讓中共壟斷市場，最終達到政治目的所以這個其他市場都擠跑了，都生活不下去，那中共有了就可以談判的砝碼。所以不管在國內多虧損，全產業的虧損，中共還是會通過政策補貼傾斜資金的投資來達成自己的這種保障給這些企業。那國內有人說，那不國內就完蛋了嗎？這麼內卷，那麼崩潰，不管不重要，因為中共的統治高於一切。咱們講過很多，生活在這塊土地上，沒有一片浪花是乾淨的，沒辦法，沒有水是安全的，沒有空氣是安全的，沒有食品是安全的，穿的衣服都是超標甲醛等等都是超標，安全不了。大量的疾病連正常的繁衍都沒有。講過，中國男性的精子活躍度全世界最低，倒數第一，跟第二都差很遠所以都得現在大量的試管嬰兒，就到這種程度了。孩子的體質很差，沒辦法體內抗生素含量也是年輕人的比例，測試標準都是全世界第一，生物來的那改不了，然後底下埋藏的這些污染源什麼什麼廢舊的鋰電池等等那不知道多少年都解決不了這些相關的問題，不管，因為政治目的。
就是你在一塊土地上，有人還在谈我们的教育問題，我們的社保池子要空了啊，我們的醫療解決不了。但實際上，中國共產黨連讓人基本活在這個土地上健康活着的可能性都不給你們啊，都不給你們，一點的權利都不給你們，不管你們徵稅啊、延遲退休啊等等，一點活的力量都不給你們，什麼話都不能說，真話都不能談。這是这個情況下，所以呢，你們在這個情況下看，哎，為什麼產能嚴重過剩，這麼虧損還要瘋狂向海外賣？不重要，因為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所有的人、資源、資產都是中共達成其目的的工具啊，人也是一樣，就是你們活着也是中共達成目的的工具，死活中共不重要，好吧？就為什麼讓大家出來啊？原因，所以現在大家就知道為什麼目前你們看見世界上啊，美国也好，英國、歐盟、非洲，甚至於東南亞，越來越多國家都在實施對中國的商業社會各種體制的排斥政策、投資的限制政策。正常啊，甚至於可能馬上香港護照的含金量都會大幅度貶值啊，有可能跟大陸的護照最後等值了，正常，因為中共幹的這個事兒就是這種情況，好吧？啊，我就開玩笑，是一個中共一個中介機構號稱給有錢人給各個家庭裡提供保姆，最終提供保姆的目的都是讓保姆提供稅质優價廉的服務，最後拿到雇主的財富密碼，強迫雇主必須扶正保姆成為家庭成員之一。那這種機構被大家認清楚，被雇主認清真相以後，是不是一致都會被排斥，甚至被集體打垮？啊，理所應當，沒辦法，好吧？啊，這個世界上哪個領域都有哪個領域的商業信仰、公序良俗，商業有商業的，投資有投資的，啊，甚至於辦理護照也有辦理護照的，都有，啊，但是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把所有這些事兒都變成其達成商業目的的工具，啊，無底線的違背道德信仰、公序良俗，所以大家這時候就吃苦了，就沒辦法吃苦了，而且吃苦以後，全世界也不信任這樣的國家，所以排斥中國所有的因素，就我們沒辦法解決，只能認可。啊，有些人現在说，哦，那我就明白了，明白什麼了？為什麼他們俄羅斯對中國這麼差？因為俄羅斯就是原來這樣的流氓國家，都是共產黨嗎？共產黨就是流氓，對吧？前蘇聯那是標準的流氓，中國是蘇聯的遠東支部，所以呢，像俄羅斯那就是流氓傳承的國家，所以俄羅斯你們發現一邊表現跟中國無限友好，一邊對中共國所有的投資和產品進行最嚴格的控制和審查。他就是流氓，吃過流氓的虧，他知道中共會把所有的投資跟產品都變成政治工具啊，所以你會發現俄羅斯哪怕這些戰爭的對頭啊，對美國、對歐盟啊都很放鬆，來產品來東西都不控制、不審查，很舒服。但是就對中共國，一邊要靠着你，因為他活不下去，不靠你。一方面給予最嚴格的控制審查，啊，新建的图們江大橋就是好記錄，原來一個橋封鎖，現在倆橋封鎖，別他媽想出海，門都沒有，因為他自己就是流氓，流氓最了解流氓，所以俄羅斯很清楚，中共這樣的流氓在俄羅斯的商業活動背後都有政治目的，他就怕這種政治目的落地，所以就這樣，沒辦法。你們大家就理解哦，俄羅斯對中國為什麼這樣，對其他國家不這樣？這很簡單嘛，就是我說的流氓最了解流氓啊，當年也是這樣子的，沒辦法。我問大家一個小話題，插一句嘴，你們有沒有發現，在二戰中出現的問題？比如說他們日本屠殺中國平民，對吧？啊，德國啊屠殺這個波蘭、俄羅斯的很多平民，你們有沒有發現這個問題？啊，沒有發現。就19世紀二戰之前，一戰、二戰之前有海牙公約，確定交戰雙方軍隊跟軍隊打必須保護平民。那軍隊可以跟軍隊打，那對待對方怎麼叫認證軍隊？軍隊的時候要攜帶明確的軍隊標識，公開攜帶武器，這種人絕對可以打，絕對可以攻擊，絕對可以斬殺。但是對平民呢，一定要保護。
那麼共產黨創造了一個很牛逼的東西，幹什麼？咱們也都知道，中共幹的是俄羅斯幹的，叫他媽的敵後武工隊。大家聽明白了嗎？就是軍人全假裝成平民啊，地雷战、地道戰，就人家国家，你看为什麼美国、英国都不杀平民呢？对呀，就是你他媽把军人，人家有海牙公约，你军人跟軍人打，保護平民，這就是我講的道理一樣。為什麼什麼都是政治目的？結果他媽你利用人家的公序良俗、道德信仰，不打平民，結果就把他媽軍人全裝成平民去殺人家。那打仗的時候，人家哪分得清楚你是軍人你是平民啊？這結果怎麼辦？結果就是他媽的人家只能連平民带軍人一起殺。所以你發現德國為什麼他媽打俄羅斯軍人平民一起殺？日本開始沒有啊？你問問東北人，問問華北人，日本侵華的時候對中國人可好呢？我爸那時候都說啊，村子裡很多人日本人進去發牛肉做的那糖，開始都可好呢。後來為什麼共產黨他媽敵後武工隊裝成平民打日本人？日本人哪他媽分得清楚哪是平民哪是老百姓啊？違背海牙公約不行啊，最後就只能全殺。就是跟我講的一樣的，就是每個行業，商業有商業的，公益有公益的，社會有社會的，技術交流就是技術交流，文化合作就是文化合作。他媽中共全變成政治目的。對呀，就是違背這個產業原有的這些，再說一遍，道德信仰、公序良俗一樣的。所以最後你他媽就給人破壞的人不幹你啊，你甭管叫蘇聯共產黨叫中國共產黨啊，波蘭也是一樣啊，雖然也有一些歷史原因啊，但是為什麼就是你很重要的，為什麼其他國家不這樣啊？就是你很重要，你為什麼讓軍人都他媽武裝成偽裝成平民啊？中國叫敵後游擊戰爭，最後結果誰倒霉啊？老百姓倒霉啊，殺那麼多中國老百姓。他媽中國老百姓被宣傳，我也不知道那個腦子是被踢了，你不看看嗎？事出反常必有妖嗎？人怎麼不幹誰幹你呀？就是不是中國共產黨去幹這個，那人家俄羅斯跟日本打仗在那麼長時間，人家怎麼互相之間不打平民呢？只是幹軍人呢？对，因為規則你破壞了，就跟現在中國一樣啊！哎呀，英國的我們投資的鋼鐵廠被人收為國有的，為什麼不按規則？你他媽就不按規則來呀！你就不按規則來呀！你按規則了，按海牙公約，那怎麼會去殺你那麼多中國平民呢？啊，大家有時間查查歷史，認真查查歷史。日本侵华打的嘛，包括淞滬會戰，你們看，比如有個電影叫《800》吧，民眾這邊看着，那邊在打仗，人不租界就不租界，不殺平民絕對不殺平民，這人家就是按這規則來的，所以一堆人在那看着日本人在那打仗，人家也不幹你。就開始都講規則，但是當你把規則破壞了，這是共產黨幹的事兒。就是當你把規則破壞的時候，那最後形成的倒霉就是你自己承擔，然後就變成了日本侵華的罪證啊，殺死大量的他媽的中國人。原因在哪兒？自己去想好了。所以現在大家就知道，就是全世界这麼多國家啊，集體對中共排斥，很正常，好嗎？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把所有其他的這些技術交流啊、商業合作呀、文化合作呀、他們的學生的這些學術的東西啊等等啊，全變成政治工具了啊，違背了原來應該有的這些公序良俗，那最後大家也不按公序來做，那就一樣了，好嗎？啊。就是你中國的人現在為什麼我講教育是個中國的教育是很流氓？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你在接受教育，你會被洗腦洗得很徹底，你會認為這叫做智慧，就是利用人家原有商業體系，違背了這種道德信仰、公序良俗，幹了一個事兒，在裡面他媽掙了錢，幹了壞事，這叫做聰明才智。所以儘管有共產黨輔助，你為什麼全世界幹他媽電詐的，幹好多壞事的群體性的都是中國人？他覺得這叫智慧，
誰教育的？中國共產黨教育的。对呀，這個東西能達成目的，但是它破壞的是什麼？破壞的是規則，是人類社會大家都按照一個體系，都遵守一個制度，共同做的規則，是在破壞這個規則的前提下幹的事，無底線流氓性行為。所以我也跟所有的朋友說一句，你想賺錢也好，你要幹任何事也好，永遠都記住規則，不要被中國共產党毒害。當你試圖以違背這個產業、這個行業、這個領域的規則，以破壞規則為代價做很多事情到處假冒他們 LV 的包，假冒的一些世界奢侈品，到處去賣。你以為你挣錢的时候，實際上你給你自己的思維走入的就是一個深淵，明白了嗎？因為最終当你不實施規則，大家都发现你不實施規則的時候，你就失去了整個社會對你的容忍度和信任度，誰都不會再跟你說了所以這怎麼往裡做呀？中國共產黨就他媽老幹這傻逼事，永遠都是沒規則沒底線，流氓永遠都這樣，好吧？永遠都這樣，流氓本質所以跟大家講了，挺好的很高興美國作為全世界的代表在國會裡面議會把中共定義為國際犯罪組織，而且認定中共是犯罪組織的國家，這個共識正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形成所以這個犯罪組織呢，在全世界展現，不管是幹啥，做生意也好，學術交流、技術合作、公益慈善，都是為了自己骯髒的政治目的實施自己的犯罪行為所以這個時候可能未來的景象就是談到中國，只要有中國元素，就都成為全世界被排斥或者嚴格審核的對象，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包括我在內也會倒霉，但是沒辦法沒辦法所以呢，現在大家也看得出來包括小粉紅在內，你看看现在中國國內還有多少公民拍着胸脯講我是個中國人，我驕傲你不要讓小粉紅看着都覺得這不是傻逼嗎？那麼中國人你骄傲什麼呀？全世界都反感的一種流氓，一個老鼠，你說你驕傲啥呀？對吧？沒辦法所以我們也沒辦法，被這個中共這個流氓政黨控制的這個民眾和這個國家，只能為這個流氓政党做的事兒承擔相關的後果在中共倒閉之前，大家都逃不了背債的這個命運，好吧？沒辦法